拉饵带散炮怎么上啊？这拉饵，因为钓鲢鳙是饵不用拉太大，拉大的话你还把它揪一点下来，钩上有一点就可以。那它太大了，不利于它中鱼，就随便拉一点在钩上就可以了，像这样的就可以，蛮好中鱼。然后散炮就是先一捏，捏紧了吧，然后把上钩搭在上面，拉过去，再合拢，一捏，这一捏也很要劲，它就这样的。然后到水里去，它就画。为什么这下面不适合拉太大？你拉的太大，这个实的它是不吃的。它实际上这散的过程中把这吸进去了，这上面有一点就可以了。你这面如果拉的很实在的很大一团，它是不会吃的。现在开这个马饵带散炮钓鲢鳙的那个散炮啊，这种钓法的散炮一般都是喂过某一种颗粒，但是它不是以喂鲢鳙为主，喂翘嘴呀，喂别的鱼。由于这个颗粒太粗了，我把它筛一下，这么多就差不多够了。蚝油加1包半，我钓鲢鳙这个饵2包半啊，然后再加这个麸几乎3大把。再加1包这个雪花粉，因为这个有点复杂。好，这就差不多够了，就这样，再把它搅均匀。还要加这个东西啊，草莓粉，加了蒜粉，汤头就多一些。蒜粉就是超市里面自己去买的，超市里面做菜这个蒜粉就可以。好，再搅均匀。我们16年王者战打冠军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方法，因为他当时钓的那个乾隆湖，那个湖里面也是喂的翘嘴，我们就把它喂翘嘴的这个颗粒买的来粉了一下，然后这个方法钓的。好，这个加水要注意啊，这不能像开拉饵一样把水加多了，这个水一直加，然后快速的爬了以后又浇，一定要把它爬散。如果在爬的过程中你觉得散炮就是起疙瘩了，你可以用双手这样搓。这还干呢。好，开始开干一点不要紧，你在钓的过程中你可以让你们加手上可以蘸水，往里面先撒。一捏就捏上去了，然后再把它再一捏就捏在钩上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然后一到水里，这开始雾化，但是它中间还在，如果中间不在的话，它很快浮标就起来了，看到没有？这它中间还在，但是它不停的四周闪，大概30秒到40秒，这中间这个就闪了没了，就是它不停的往下闪，它这河下面这个雾化的东西才把钩吸进去了。好，这散炮就可以了啊。今天跟大家讲一下那个钓鲢鳙子线的长短和钩距这个方面的小技巧。第一，子线我是65或者60对折。我平常钓翘嘴也好，钓其他的草鱼、鲤鱼也好，我的子线都很长，有时候子线1米长，甚至50公分单根的都有。为什么我钓鲢鳙只要30公分左右长的子线，甚至20几公分长的子线呢？这是为了让2个钩更集中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有的人可能上2个饵，有的可能上1个饵，无论你是上2个饵或者上1个饵，只有子线在比较短的情况下，这2个钩才会靠得比较近。如果你子线长了抛到水里去，它2个钩可能会靠得比较远，在水里面它2个钩靠得比较远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上1个饵，它在吃这个雾化的时候，它就把下面一个吸进去了，空钩我们就中鱼了。如果说这隔得比较远，当然钩距也特别大，比如说钩距，我现在钩距是3个钩，如果钩距特别大，到了这么长的钩距，
它在吸这个的时候，它可能碰在这里，它是毛着呢，它不会吸到嘴里。所以3个钩的钩距加上30公分左右长的子线是钓鲢鳙最好的。钓鲢鳙上饵实际上是有技巧的，很多钓友就想知道这个钓鲢鳙到底该怎么上饵，我得给大家演示一下。首先我们把子线拿好以后，揪一滩饵在手上，这个时候我们要这样通过这种方式捏的这个饵比较实诚，不是那么散。再把上钩搭在上面，搭在上面的时候往里面一拉就进去了，看到没有？然后再把它合拢，合拢以后你还要这样一捏，这样的话你鲢鳙那个饵它就不容易掉，你在抛投的过程中不容易掉。然后到水里以后，它就开始这一个不停的往下慢慢雾化的时候，它是鲢鳙是从这样吃，就把这个钩吸进去了，然后就中鱼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上面这个饵捏在上面很实，让它一层一层的往下雾化，而不至于一抛它就掉了。很多钓友又会问到一个问题，就是钓鲢鳙怎么抓口？因为鲢鳙它不像一个其他的鱼一样，它一口就把这个整个饵吃进去了。我们怎样来抓口呢？这个东西是有一个过程。刚开始我们钓的时候是见口就打，它无论是撞一下漂，还是小小的个钝口，还是个鹰口，还是顶一下，我们都要扬竿，都要打。这个打的目的是为了诱鱼。你窝子里面来了1条鲢鳙，或有2条鲢鳙、3条鲢鳙、5条鲢鳙，它的动作信号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打的过程中发现来了1条鲢鳙，它可能会打空竿，因为1条鲢鳙它爱吃不吃，这个时候它的信号动作就会少一些，它信号也会轻一些。我们就一直打，见动作就打，打到后来鱼来的多了，它基本上全是大钝口，瞪1目、瞪2目、瞪黑漂都有可能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挑那种比较好的钝口、黑漂、大钝口打那种动作。刚开始是见动作就打。很多钓友也会问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到一个水库里面去钓鲢鳙，怎样选位置？然后选中位置以后，我该从多深开始钓起？怎么找到这个鱼层？那么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下。首先我们到一个水库里面去找这个位置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找这个水库里面或者这个湖里面水最深的位置，因为越深的地方它这个层这个鲢鳙的这个鱼就越多，我们就越好钓。所以第一找水深的位置。另外我该钓多深呢？水不是太清的情况下，我们都从1.5米到2米左右，这个距离要么钓1.5米，要么钓2米，这样的个水深开始钓起。在钓的过程中，这个浮漂通过连续抛，它就会有信号，有信号以后我们就连续打，打了等鱼来了以后，你发现它总是顶漂或者毛着鱼了，你可以让它再钓的浮漂往下拉，钓浅一点，钓到1米多一点也可以。如果鱼密度大的情况下，如果钓了很半天那长时间了都没有信号没动作，我们就可以尝试往深一点，钓到2米、2.5米，甚至钓到3米、钓到4米都有这个可能。鱼越大密度越小，我们一般钓得越深；鱼小一点密度越大，我们就钓得越浅。很多人就问这个钓鲢鳙抛竿的问题。鲢鳙由于我们这个饵雾化很快，而且它的饵主要靠雾化，那么它上去以后在钩上面一定不是很结实，所以在抛的过程中很容易掉。所以我们这个抛竿就一定要柔，而不能像竿尖不能拉弯了，你这一弹就掉了。所以竿尖都是轻轻的拉着以后柔抛出去的，这样柔抛出去，那么对这个竿子是有要求的。那么我们钓的过程中，就是主线不适合太长，主线太长的话，你这个柔抛也抛不了，它容易扎中这个水面，然后饵就掉了。所以主线不适合太长。我钓的是主线比竿子长20到30公分，子线30公分，也就是说比整个竿子长50到60，这样我是能顺畅的抛出去的。但是主线和竿这么短，钓的这么大的鱼，那不是很容易形成拔河吗？这个时候对竿子有要求，竿子就尽量用3七钓的这种竿子。为什么呢？3七钓的竿子，你只要一扬竿中鱼了以后，它很快这个竿子是一个大弧度，就弓起来了，弯起来了。
这样的话它的鱼它就控制住了。如果你杆子用的太硬，28钓的或者更硬一点的杆子，除了你钓鱼钓的累以外，主线和子线只有这么长，你一扬杆它就弯不过来，然后就直把我蹦就断了，就子线就断了。所以杆子只能用3-7钓的，然后你才能主线子线不要太长，你才能抛竿抛好。